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父母心中的一个疑问：房子究竟要不要提前过户给儿女？很多长辈以为，反正迟早是给孩子的，不如趁早过户，一来可以表达爱意，二来说不定还能省下遗产税。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提醒我们，千万别傻傻把房子提早过户给子女，这么做可能是人生中最昂贵的错误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赠与房产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旦过户完成，您可能立刻从一家之主变成寄人篱下的房客。房子所有权一转移，父母今后能否继续安居，往往就要看孩子的脸色和良心了。然而，请记住一个残酷的现实，不要用资产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以下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真实发生的案例，看看提前把房子给子女究竟可能引发怎样的灾难，然后再谈谈有没有两全其美，既省税又安全的传承方法。先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个悲剧。这些故事听起来像电视剧，却真真实实的上演在一些家庭中，而且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他们告诉我们，过户前父母是个宝，过户后父母可能变成草。案例一，老父正屋遭弃养，沦为街头游民。2023年，一位68岁的老翁为了安度晚年，把市值上千万元的房产提前过户给独子，心想自己老了，把房子给孩子，孩子日后也会照顾自己。然而，过户手续刚办完，儿子的态度却立刻来个180度大转变。原本对父亲毕恭毕敬、百依百顺的孩子，在拿到房子后，开始对父亲不闻不问，甚至嫌弃父亲是个负担。最后更夸张的是，儿子竟直接换了门锁，把亲生老父赶出家门。这位可怜的老父亲，一夕之间失去栖身之所，只能流落街头。走投无路的老翁最后不得不提起诉讼，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请求撤销先前的赠与契约。所幸法院体恤老人的遭遇，判决撤销赠与，老翁才得以取回房子的所有权。然而试想一下，要跟自己的亲骨肉对簿公堂，撕破脸夺回栖身之地，这该是多么心碎又无奈的处境。更何况，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如愿撤销赠与。在现实中，大多数提早过户的父母，结局往往是无法拿回房子，只能含泪接受晚景凄凉的命运。案例二，心疼长孙却害了长孙。主屋被变卖抵债，还是在2023年，台中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一位84岁的阿妈，多年前因为心疼长孙没有房子住，便将自己和已故丈夫白手起家打拼来的老房子提前过户给这个长孙。阿妈本以为这样做是为孙子好，让他有个家，不料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几年后，这位长孙因投资失利，资金周转不灵，竟然在瞒着阿妈的情况下，把阿妈的房子偷偷卖掉抵债，结果债是还了，人却没了房子。邻居们发现，年迈的阿妈竟然晚上睡在自己家门口的躺椅上，身旁拉着写满冤屈的白布条抗议，铁卷门上还被他气愤地喷上了漆。原来孙子将房子卖给了别人，新的屋主不愿续租给阿妈，家人虽一度筹钱想把房子租回来给阿妈住，但最终付不出高昂的房租，最后阿妈被锁在门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一辈子的家变成别人的房子。原本想疼爱长孙的初衷，最后却害了长孙，也害了自己。长孙失去了祖产，阿妈在风烛残年无家可归。案例三，省吃俭用的家产转眼成了前媳妇的财产。还有一些父母平日节俭存下的房产本想留给儿女，却在提早过户后演变出令他们吐血的剧情。许多长辈为了让子女早点站稳脚跟，或者出于税务上的考量，在生前就将房子过户给孩子，有些是为了避免日后继承时的争产。表面看来，父母是想帮孩子多走几步，殊不知风险早已埋下。常见的情况是，子女在婚后耳根子软，为了讨好枕边人，或在配偶要求下，把父母给的房子加上配偶的名字，甚至转到配偶名下。也有的孩子结婚后，碍于另一半的压力，将婚前父母赠与的房产再度赠与部分给对方，以示诚意。刚开始父母未必知道这些变动，但几年后，倘若孩子婚姻不幸破裂，我们可以想见会发生什么。按照法律，配偶作为房屋共有人或受赠人，有权分走属于自己那一部分财产。
于是这个家庭悲剧的结局就是孩子可能净身出户，一无所有，而父母省吃俭用传下的家产竟然堂而皇之的落入前媳妇或前女婿手中，成了一个外姓人的资产。试问哪个父母能不心痛？自己苦一辈子攒下的财富，本想传给子孙，最后却便宜了外人。案例4，共有产权埋祸根，祖产差点全毁于 0.86 坪。有些父母不想偏心，干脆让孩子们共同持有房产，觉得大家都有份最公平。然而您可曾想过，共有产权往往是灾难的开端。下面这个发生在2021年高雄的真实案例，就是前车之鉴。王小姐家族共有一块祖传土地，因为不想厚此薄彼，长辈们让每个子孙都持有其中一部分产权。岂料其中一名亲戚因欠债，他名下那极小的一份持份仅 0.86 坪的土地所有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来清偿债务。更糟的是，这一小块持分被一家专门钻法律漏洞的资产管理公司，俗称法拍蟑螂，给标购走了。拿到持分后，这家公司立刻依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变价分割，也就是要求将整块土地强制拍卖，变现分款。事情闹到这一步，王小姐一家人惊恐万分，为了区区 0.86 坪的债务，整块祖产可能被迫卖给陌生人。为了保住祖宗基业，他们只好咬牙在拍卖中将土地高价买回。虽然最后祖产保住了，但家族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当初没有让产权这样破碎地分在人头上，又怎会给坏人有机可乘？这件事给所有人提了个醒，产权分散给多位子女，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暗藏毁灭性的风险。一旦其中某人出了差池，全家产业都可能跟着遭殃。看完以上这些故事，你是不是不寒而栗？本来父母把房子提前给子女是一片好心，却可能换来过户前是宝，过户后变草的凄惨下场。父母与子女对簿公堂，晚景凄凉，祖产外流，每一种结局都令人唏嘘。从这些案例，我们深刻体会到，千万别轻易用资产去考验人性。再乖巧孝顺的孩子，都可能在现实诱惑或压力下做出伤害父母利益的事。再和乐融融的家庭，都可能因为钱产生嫌隙。赠与一旦做出，往往覆水难收。法律上虽然规定了特定情形，如受赠子女对赠与人有重大侮辱或严重怠于抚养义务时，父母可以撤销赠与，但真的走到要举证孩子不孝，上法院撤销赠与，那时候亲情也消磨殆尽了，而且打官司费时费钱，胜诉也非100%保证。所以与其日后闹到撕心裂肺，不如事前三思而后行。或许有人会问，可是我不是为了偏心或想考验人性啊，我是想省税呀，提前过户给孩子，不就可以避掉将来的遗产税吗？确实，不少父母考虑提前把房产转给子女，是因为听说可以避税。尤其过去大家谈到遗产税，总觉得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那么，提早把房子给孩子，在节税上究竟划不划算？我们来仔细分析其中的税务细节。首先要了解，台湾现行对财产移转有2种主要税，分别是赠与税和遗产税。这2种税的税率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采累进税率，最高可以达到 20%， 但都有一定免税额。以遗产税为例，目前每个被继承人的遗产有约新台币1300多万元的免税额，实际每年略有调整。简单说，如果父母的总遗产金额不超过这个数，子女1毛遗产税都不用缴，即使超过5000万元以下部分，税率也只有 10%， 并非传说中那么可怕。而赠与税方面，每个赠与人每年有244万元的免税额，父母在同一年内赠与给某一子女的财产总额若未超过这个数，可以完全免税，超过的部分则需开始课税，税率采累进计算，最高同样可达 20%。 听起来提前赠与好像有个好处，您可以每年利用免税额陆续把资产转给孩子，避免将来一次性留下大量遗产超过免税额。但问题在于，房屋这类高价值资产往往动辄几千万，远超年度免税额。若真的要靠每年区区几百万的限额来转移，可能需要切很长时间，
而且房子又没法切成几份慢慢送啊，所以实务上多数父母干脆一次性把房子过户给孩子，结果就踩到了税务地雷。提前把房子过户，您可能面临3大税负，包括赠与税、契税及土地增值税。首先是赠与税，一旦房子过户给子女，在赠与当年就可能触及赠与税，超过免税额的部分依税率课税。其次，房子赠与过户要缴契税，房屋过户契税目前大约房屋评定价值的 6% 左右，和土地增值税、土地涨价部分的税。然而，更大的税负可能潜伏在未来，那就是房地合一税、不动产交易所得税。让我们解释一下，在台湾，子女如果将来卖掉从父母那里取得的房子，要计算房屋交易所得税，也就是房地合一税。这个所得额的高低取决于子女取得房子的成本是多少，而取得成本又与房子取得的方式有关。如果房子是赠与来的，那么国税局计算子女的取得成本时，只能用政府公告，现值通常远低于市价。举个例子，父母花1000万元买的房子，公告现值可能只有300万元。如果父母生前将房子赠与给子女，子女未来卖掉时就视同只花300万取得，即使卖价仍是1000万，账面上也变成赚了700万，要缴不少税。房子价值越高，原始取得成本越低，将来子女卖房时所缴的房地合一税可能就越惊人。反之，如果房子是继承来的，在节税上通常有利得多。首先，继承房屋免征契税和土地增值税，这2项税可为子女省下一大笔费用。其次，如果房产是父母在2016年以前，民国105年以前买的，那属于房地合一税新制上路前取得，子女将来卖房甚至可以适用旧制，不用缴房地合一税。即使房子是新制期间取得的，继承时也有优惠。子女卖房时可以用继承时的公告现值、物价指数调整作为取得成本，等于把成本垫高了一些，缩小日后计税的利润，减轻税负。当然，通过继承取得房产也不是毫无成本，这主要体现在遗产税上。遗产税必须在继承时先缴清，孩子才能办房产过户。因此，如果房产价值很高，父母生前就需要预留足够的现金或保险金来支付将来可能的遗产税，才能确保孩子不会因拿不出钱缴税而被迫卖房。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遗产税有高额免税额和温和的税率，许多中产家庭的房屋扣除免税额后，其实税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反而是仓促在生前过户，可能付出了各种税款，加总起来更多。一位资深财务顾问曾分享过一个试算案例，显示一位台北市价值1000万房产的父亲，如果在生前立刻将房子赠予给唯一的儿子，因为房价高超出免税额，需要缴纳不少赠与税，加上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子女将来卖房时可能产生的房地合一税，总税负预估远高于选择让孩子继承房产的情况。相反地，如果父亲采取了一些聪明的规划，例如善用每年赠与税、免税额提前赠与部分现金、购买保险准备税金等等，最后孩子可能1毛钱税都不用缴，就顺利承接了房产。由此可见，为了省税提前过户，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误解。在当前的税法环境下，提早把不动产转给子女，不但未必真的省税，稍有不慎还可能让孩子将来卖房时背上更沉重的税务包袱。真正聪明的资产传承，应该是充分了解各种税负差异，搭配最适当的时机与工具，而不是只凭感情冲动或道听途说就把房子往孩子名下一丢了事。看到这里，也许你会问，既然提前过户问题这么多，难道父母就只能把房子死守到最后一刻，什么安排都不做吗？有没有办法在自己还健在时就保障子女未来能得到房子，又确保自己老年生活无忧，还能避免上述那些人性与税务陷阱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关键就在于妥善的资产传承规划，包括运用法律工具来替您的房产加上一道安全锁。其中最受专业人士推荐的做法之一，就是设立不动产信托。简单来说，就是把房子的所有权交给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例如信托公司或银行代为管理。
根据您预先定好的规则，为您和子女的利益服务。您可以把信托想象成一个上了锁的保险箱，房子放进去之后，家人可以按照约定继续居住或领取房租收益，但是谁也不能擅自把房子卖掉或拿去抵押，除非符合您设定的条件或得到您的许可。透过这种资产信托的安排，我们等于为家庭财产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锁住本金，杜绝败家行为。房子一旦进入信托架构，子女虽然仍可使用它，例如居住或收租，但没有权利出售或贷款套现。例如，上述案例中的逆子，在这种安排下就不敢忤逆父母，因为他无法单方面处置房子。那个败家长孙即便缺钱，也无法再偷偷拿主屋去抵押或卖掉还债。房子的本金被牢牢锁住，任何挥霍的念头都无从施展。第二，防离婚，防债务，家业不外流。因所有权登记在受托机构名下，即使将来子女发生离婚，配偶也无权要求分这个房子。同样地，如果子女欠下债务，债权人也无法对信托财产直接下手，把全家人赶出门。前文提到的案例3和案例4，那种悲剧在信托安排下都可以有效避免孩子的婚姻变故或财务纠纷，不会轻易导致家产外流或全家流离失所。第三，统一管理，避免产权争端。如果您有多位子女，希望大家将来都受惠于这份房产，又担心共同持有会产生纠纷，那么信托也是理想方案。透过信托，房子由专业受托人统一管理，您可以指定每个孩子将来如何从中受益，例如分配租金，或者未来出售后按比例分配所得。这避免了产权分散导致的破碎局面，杜绝了有人见缝插针利用法律漏洞夺产的可能，也减少了兄弟姐妹为房子争执的机会。当然，设立信托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根据您的需求订立信托契约，也涉及一定成本，但相较于他提供的保障，这可能是值得的投资。许多律师和理财顾问都建议，与其冒着未知的人性风险和财务风险把房子直接给孩子，不如透过信托让资产在安全的架构下传承，给孩子享用，但不让他挥霍，真正做到既爱护孩子又保护孩子。除了信托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的传承规划动作，也是每个有房产的长辈可以考虑的。及早立遗嘱，清楚地在遗嘱中载明房产的归属和分配方式，避免将来子女间因为分产而起争执。立遗嘱虽然不能像信托一样防止外人觊觎财产，但至少可以预防家庭内部的纷争，确保您的意愿得到遵从。预留税款与保险规划，如果房产价值较高，预估将来可能有遗产税要缴，您可以在生前透过购买寿险或准备现金储蓄的方式，预留一笔资金给继承人支付税款。如此一来，孩子在您100年之后，不会因拿不出钱缴税而被迫卖房。活用免税额赠与现金，若您担心未来留下一大笔现金或股票也会被课遗产税，不妨利用每年赠与税的免税额，提早逐年赠与一些现金或资产给子女，但记得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养老金。这种渐进式的资产转移可以降低将来遗产总额，达到节税效果，而且赠与现金不涉及不动产权风险，弹性较大。透过以上方法搭配，您完全可以做到既省税金、所有权又安全。也就是说，最后房子顺利传给孩子，政府拿走最少的税，而您和孩子都避免在这过程中受到伤害。我们常说，把财产留给子女是父母爱的体现。然而，真正智慧的爱，不仅要确保子女能接收到这份资产，更要确保这笔资产能照顾子女，而不是害了子女，更不能让父母自己陷入悲剧。没有周全的规划，贸然把房子给孩子，可能让您的爱最终变成一场彼此伤害的亲情悲剧，这绝不是您所乐见的。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故事，有的父母最后流落街头，有的祖宅易主，有的家产给了外人，有的兄弟阋墙。这些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件事，父母之爱固然伟大，但也需要智慧。爱孩子不是简单的把钱和房子往他怀里一塞了事，而是要为他设想长远，为自己留好退路，在给予的同时筑起防火墙，定好规矩，
才能让这份爱真正长久的庇护家人。最后，奉劝所有考虑财产提早传承的长辈们，别让您的爱变成日后对簿公堂的导火线，三思而后行，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寻找那个既能减少税负又能保障彼此的方案。如此一来，您既能安享晚年，子女也能在未来毫无后顾之忧地接过您的资产，传承您的家业与爱。在人生这场接力赛中，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有人提前跌倒，而是父母平安跑完全程，然后笑着把接力棒递给孩子，确保这一棒交接的稳妥。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记住，房子千万别傻傻就过户给儿女，运用智慧和远见，好好规划传承之道，才能真正省下税金，让您的房产和爱都安全无虞地交到下一代手中。